一个杀人犯的儿子，如今被切尔西球迷称作足坛的未来之星。他是若昂·佩德罗。你或许看过他在世俱杯上的惊艳表现，也见过他如今在英超的进球和自信的笑容，但你大概不知道，在他成名之前的那些年，他童年经历过怎样的孤独与挣扎。他从小就失去了父亲的陪伴，由母亲和外婆一手把他带大。那时候家里条件艰难，但他唯一没有放弃的就是脚下的那颗足球。若昂·佩德罗用足球一点点地改写了自己和家人的人生。今天这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他的故事。佩德罗在2001年出生于巴西的一座小城，但在他满1岁时就已经成了一个没有父亲陪伴的孩子。他父亲曾经是博塔福哥俱乐部的职业球员，本来一家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然而命运突然改变。父亲因为参与到一起谋杀案件当中，被法院判定为从犯，判处了16年的监禁。这意味着在佩德罗整个童年里，他的父亲都缺席了。虽然那时候他年纪还小，并不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但父亲的缺席让他童年从一开始就显得残缺。没有了父亲的收入，家庭重担全部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白天外出工作维持生计，而在他不在的时候，外婆成了陪伴佩德罗时间最多的人。足球几乎从他学会走路起就进入他的生活。身为巴西人，他的足球有着与生俱来的热爱。在城市街头那条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他常常一个人抱着球，从下午一直踢到天黑。对他来说，足球不仅是玩具，更是他童年里唯一带来快乐和希望的东西。佩德罗的母亲一直知道儿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职业球员，于是在他5岁那年就把他送到家乡里贝朗普雷图的博塔福哥足球学校接受系统的训练。在那片训练场上，他遇到人生第一位教练亚历山大。教练第一次见他时就觉得这个孩子很特别。他回忆说，在训练的时候，佩德罗总是非常的专注，而同龄的孩子往往注意力不集中。他喜欢控球，也喜欢抢球，他站位选择都非常聪明，经常提前跑到最容易进球的位置，把球送进球网。虽然亚历山大非常欣赏他，但最终决定一名青训球员是否能留下来，并不是一位教练说的算。因为身体瘦弱、对抗不足，佩德罗没能继续留在博塔福克的青训体系中。离开之后，他又去了桑托斯试训，俱乐部对他进行了多次的评估，但最终还是决定不签下他。那段时间，他很失望，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踢出名堂。不过，他的母亲和外婆始终站在他这边，他们一边安慰他，一边鼓励他继续努力，不要轻言放弃。随后，佩德罗迎来了新的机会，他得以代表科林蒂安参加一场青少年的比赛。虽然他并不是科林蒂安的正式青训梯队成员，但俱乐部经常从旗下的足球学校网络中挑选有潜力的孩子组队参赛，希望从中发掘能进入正式青训的苗子。佩德罗正是借着这次机会走上了赛场，他告诉自己，这是让球探注意到自己最好的机会。结果这场比赛真的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表现吸引了来自弗罗米嫩塞的球探，而这次被发现也成为他进入职业青训体系的转折点。在前往弗罗米嫩塞青训学院之前，佩德罗一家人就要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弗罗米嫩塞在里约热内卢，距离他们生活的里贝朗普雷图有几百公里。为了儿子的梦想，母亲毅然辞去当地的工作，带着年仅10岁的佩德罗搬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对一个单亲家庭来说，这样选择并不容易。留在家乡的外婆重新工作，每个月都会寄钱给母子2人，帮助他们在里约维持生活。佩德罗把母亲和外婆的付出都记在心里，他明白自己不能辜负这份牺牲。就这样，他进入了弗罗米嫩塞著名的泽雷姆青训学院。在这么小年纪就进入巴西顶级青训体系，意味着训练强度和竞争水平远远超乎他的想象。在17岁之前，他经历了多次的位置调整。起初他踢后腰，后来改打组织中场，再往前到前腰，直到升上 U16 梯队时，才被固定在如今我们熟悉的中锋位置。改踢中锋之后，他进球天赋被彻底的激发。在踢退比赛中，他3场打进15球，这种爆发力让教练组印象深刻，也为他赢得了代表弗罗米嫩塞一线队出场的机会。在他还没有参加巴甲联赛之前，英格兰的沃特福德已经注意到他。
并与弗罗米嫩塞提前达成协议，约定在2020年初正式加盟。同时也明确，在正式报道之前，他将继续留队为弗罗米嫩塞效力1个赛季。于是佩德罗一边完成预签，一边在19到20赛季为弗罗米嫩塞出战。在这个赛季里，他在巴甲联赛首发18次，打进4球。在南美杯赛场，他更是上演帽子戏法，帮助球队4比1击败国民竞技，把自己名字真正写进了一线队的积分牌。2020年初，年仅19岁的佩德罗登上飞往英格兰的航班，正式报到沃特福德。他职业生涯也从此开启了新的篇章。来到英格兰对佩德罗最大挑战是语言和朋友，但他很庆幸自己的母亲和外婆一起跟他来了。有半年的时间，因为不懂英文，他无法和队友交流。他说：“我不会当地的语言，气候也不一样，最初的6个月我都无法和别人交流。幸好有家人在身边，我白天去训练，回到家就有人说话，心里好受多了。”沃特福德在签下佩德罗之前还是英超球队，但等到他真正来到球队时，已经降级到英冠。因此，佩德罗在20到21赛季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球队重返英超。他的表现没有让教练组失望，1个赛季下来，他打进了9个联赛进球，为球队完成冲超。回到顶级联赛后，他节奏感更加成熟。2020年11月，沃特福德主场4比1击败曼联，佩德罗打进了个人英超处子球。不过，与其他英超球队相比，沃特福德整体实力仍然有差距。面对更高强度的防守，他在21到22赛季仅打进3个联赛进球，最终没能帮助球队保级。他随后又在英冠征战了1个赛季。留在沃特福德期间，他逐渐意识到环境里的竞争强度不足。他坦言，在沃特福德时，我对自己的位置有些满足，但他并不希望停滞，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于是他萌生了寻求更高平台的想法。来到23到24赛季夏窗，布伦顿抛出了3000万欧元的报价，并提供长期主力合同。俱乐部双方与球员都认为这是一笔合适的签约，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就这样，佩德罗开启了自己的白欧生涯。加盟布莱顿之后，佩德罗的终结能力彻底被释放。首个赛季，他就在各项赛事为布莱顿打进了20颗进球，成为队内赛季最佳射手。在布莱顿第1个赛季里，他不仅是前场的得分点，还承担了主罚点球、前场压迫以及背身支点3项战术任务。无论面对什么对手，赛程多么密集，他能保持稳定的输出。在欧战赛场上，他同样的高效。在欧联杯，他打进了6球，位列当赛季欧联杯射手榜第3名。这对于一位首次征战欧洲赛场的年轻前锋来说，已经足够的耀眼。短短2个赛季，佩德罗就成为布莱顿的头号得分手和球队的头号球星。但他没有停下脚步，他希望继续进步，也渴望在更具竞争力的环境中挑战自己。于是，在25到26赛季，切尔西以5500万欧元转会费将他签下。当切尔西邀请他来到时，他几乎没有犹豫。他接受这份邀约的理由也很简单：我想要进步。在切尔西，他能与世界上最顶级的球员并肩竞争，在这种竞争中变得更强。切尔西签下佩德罗后，很快就把他列入了当季的4巨备名单，而他这项赛季中的表现可以用惊艳来形容。在对阵老东家弗洛米嫩塞的半决赛中，佩德罗上演梅开2度，2粒进球都是爆射直跨死角，帮助球队2比0晋级决赛。而在决赛中，面对欧冠冠军巴黎圣日耳曼，佩德罗和帕尔默的配合成为上半场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帕尔默梅开2度后，又送出一记精准直塞，佩德罗冷静的挑射破门，帮助切尔西3比0战胜对手，成功夺得4巨备的冠军。那场比赛后，让球迷看到他不仅能进球，还能在刚加盟球队时就和队友打出几乎完美的默契。如今英超联赛进行到第10轮，佩德罗已经贡献了3颗进球和3次助攻。如果不是帕尔默的受伤，他进球数或许更多。接下来赛季，他依然有机会刷新自己的纪录。对佩德罗来说，无论在哪支球队，他从未忘记一路支持他的家人。他把母亲和外婆的名字纹在手臂上，每次进球后，他都会轻轻的亲吻纹身，那是对他们最深的感激。那么，以上就是若昂·佩德罗的故事。如果视频让你更加的了解他，请点赞分享。这里是节目，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